深秋的雨淅淅沥沥打在陸家墓園的黑色大理石墓碑上，冷得刺骨。蘇婉跪在泥濘的草地上，一身素白孝衣被秋風灌得鼓起，單薄的脊背微微顫抖。墓碑上的女人眉眼溫柔，是她的親姐姐蘇晴。3天前，官方通報下來，赫赫有名的陸家少奶奶蘇晴因長期抑鬱，深夜跳楼自殺。所有人都在惋惜，感嘆豪門婚姻磨人，好好的溫柔家人終究扛不住壓力。可只有蘇婉不信，她的姐姐蘇晴是從小到大永遠溫柔堅韌的人。家境落敗時，是她撐着蘇家，逆境裡永遠向陽，骨子裡帶着韌勁，怎麼可能無端抑鬱自盡？墓園賓客絡繹不絕，大多是陸家的親友，面帶制式化的悲憫，低聲議論着逝者的脆弱。人群中央立着一道挺拔冷冽的身影，陸庭淵，他的姐夫，海城頂級豪門陸家的掌權人，也是姐姐愛了整整5年，嫁了3年的丈夫。男人身着黑色高定西裝，身姿挺拔如松，面容英俊的近乎凌厲，只是那双深邃的黑眸裡沒有半分喪妻的悲痛，只剩一片淡漠的寒涼。他靜靜立在墓碑旁，周身氣場疏離冰冷，仿佛下葬的只是一個無關緊要的陌生人。陸老夫人一身華貴黑衣，拄着拐杖，眉眼間帶着刻意偽裝的哀傷，對着眾人輕嘆，是我陸家福薄，留不住晴晴這好孩子。是他自己心思狹隘，想不開，與人無尤。輕飄飄幾句話，就將蘇晴的死亡歸結成了自作自受。蘇婉攥緊了手心，指甲深深嵌進皮肉，尖銳的刺痛拉回他的理智。指尖泛白，眼底翻湧着壓不住的恨意與疑惑。葬禮前一晚，姐姐還給他打過一通詭異的電話，電話裡風聲嘈雜，姐姐聲音顫抖，只斷斷續續說了一句：婉婉，我沒有抑鬱，我走得不甘心，你別信陸家的話。話音未落，電話驟然掛斷，從此天人永隔。那時的他只當姐姐受了委屈，滿心擔憂，卻從未想過那是姐姐的最後一言。葬禮落幕，賓客散盡，陰冷的墓園只剩陸家幾人。蘇婉起身，目光直直看向陸庭淵，聲音沙啞卻堅定：姐夫，我姐姐絕對不是自殺。陸庭淵垂眸看向他，漆黑的眼眸深不見底，聽不出任何情緒，只淡淡吐出一句：警方定論，無需多言，安分一點。冷漠、疏離、敷衍，蘇婉心頭驟然一寒。3年夫妻，哪怕沒有情深意重，總該有幾分情分。可他對姐姐的離世，冷漠得近乎殘忍。那一刻，一顆懷疑的種子深深埋進了蘇婉心底。他隱隱篤定，姐姐的死絕對和陸家脫不了干係，而眼前這個冷漠的男人未必無辜。蘇晴離世的悲痛還未消散，蘇家的滅頂之災已然驟然降臨。父親的合作項目突然崩盤，資金鏈徹底斷裂，一夜之間負債累累。急火攻心之下，父親突發重病，直接住進了 ICU， 每天的治療費都是天文數字。昔日小康和睦的蘇家瞬間分崩離析，瀕臨破碎。蘇家走投無路，母親終日以淚洗面，唯一的希望只能寄托在權勢滔天的陸家身上。畢竟蘇晴嫁入陸家3年，哪怕夫妻情淡，總有幾分情面。可陸家的態度冰冷得毫不留情。陸老夫人直接放話，蘇晴性子陰鬱，
為盡陸家兒媳本分，無功無德，蘇家無權再依仗陸家，斷絕一切幫扶。不僅不肯伸出援手，甚至還暗中施壓，逼蘇家盡快償還早年的人情債務。蘇家徹底陷入絕境，搖搖欲墜。就在蘇婉絕望無助，幾乎快要撐不住的時候，陸老夫人派管家登門，帶來了一個荒誕至極、匪夷所思的要求。蘇小姐，老夫人說了，蘇家欠陸家一個合格的兒媳。蘇晴去了，你是她的親妹妹，血脈相近，理應填補這個空缺。即日起，你嫁入陸家，繼續做陸少奶奶。一句話，震得蘇家全員失神。親姐姐屍骨未寒，就讓親妹妹頂替姐姐，嫁給自己的姐夫，這簡直是荒唐、扭曲，是對逝者最大的亵瀆。蘇婉當場厲聲拒絕，眼底滿是抗拒。不可能，我絕不嫁。她恨陸家的涼薄，恨陸庭淵的冷漠，更無法接受這般踐踏姐姐尊嚴的荒唐安排。可現實的重壓從來不會給人任性的餘地。母親紅着眼眶，哭着拉住她的手，字字泣血。婉婉，算媽求你了，救救你爸爸，救救蘇家。只要你嫁過去，陸家就願意出手相助，你爸爸才有活路啊。父親躺在病房裡生死未卜，家裡負債累累，四面八方都是催債的壓力，整個蘇家的性命與希望全都壓在了他一個人身上。蘇婉看着病房的方向，看着母親憔悴絕望的面容，心如刀絞。她可以不顧自己的尊嚴，不顧世俗的眼光，可她不能不顧父母的性命，不能眼睜睜看着蘇家徹底覆滅。深夜，寂靜的房間裡，蘇婉看着姐姐的照片，淚流滿面。姐姐，對不起，我要頂替你，嫁入囚禁了你3年，或許還害死了你的陸家，但我不是妥協，不是認命，我要走進這座金碧輝煌的牢籠，親手撕開陸家虛偽的面具，查清你死亡的全部真相，讓所有害過你的人血債血償。翌日清晨，蘇婉給出了答復：我嫁。沒有婚紗，沒有慶典，沒有親友祝福。蘇婉的這場婚禮倉促的像一場見不得光的交易，一紙婚約將她從蘇家人強行變成了陸庭淵的妻子，自己親姐姐的繼任者。入陸宅的第一天，這座恢宏奢華的頂級豪門別墅沒有給她半分暖意，只有無處不在的冰冷與壓抑。楚楚保留着姐姐生活過的痕跡，一草一木都在提醒她，這場婚姻有多荒唐，多諷刺。新婚夜，偌大的主臥空曠清冷，陸庭淵推門而入，高大的身影籠罩下來，帶着極強的壓迫感。他褪去了外出的西裝外套，眉宇間冷意不減，目光沉沉地落在蘇婉身上，審視着這個突然變成自己妻子的小姑娘。眼前的女孩穿着素雅的睡裙，眉眼與蘇晴有7分相似，卻又截然不同。蘇晴溫柔綿軟，自帶溫婉怯懦，而蘇婉的眼底藏着不服輸的韌勁與清冷的倔強。蘇婉，我提醒你。
這場婚姻只是做給外人看的交易，是陸家給蘇家的施捨。你只是頂名的陸太太，安分守己，守好你的本分，別妄想不屬於你的一切，更別插手陸家任何事。不該問的別問，不該管的別管，好好待在陸家，我保蘇家無事。字字句句都是冰冷的界限與警告。蘇婉抬眸，迎上他深邃冰冷的眼眸，沒有半分怯懦，語氣平淡，卻帶着暗藏的鋒芒。我知道，陸總放心，我不會覬覦你的身份，你的錢財，我只求在陸家安穩度日。他藏起眼底所有的恨意與試探，裝作溫順聽話的模樣。越是讓人放鬆警惕，他就越有機會查到姐姐死亡的真相。陸庭淵似乎對他的順從頗為滿意，不再多言，轉身走向隔壁的側臥。主臥你住，我不住這裡，我們有名無實。房門輕輕合上，隔絕了兩個世界。蘇婉獨自站在空曠的臥室裡，緩緩攥緊了手指。有名無實也好，互不干涉也罷，只要他留在陸家，一切就都還有機會。姐姐，等着我，我一定會查清楚你到底是怎麼死的。嫁入陸家的日子，遠比蘇婉想象的更加難熬。陸老夫人從一開始就從未接納過她。在這位掌權老太太眼裡，蘇婉和她的姐姐一樣，都是攀附豪門、身份低微的外人，是陸家用來裝點門面、拿捏蘇家的工具。往日對待蘇秦的冷暴力，盡數轉移到了蘇婉身上，甚至變本加厲。清晨天不亮，蘇婉就要起身伺候長輩起居，端茶倒水，打理家事。陸家大小宴會，她必須隨叫隨到，充當最體面的背景板。稍有不慎，就會迎來陸老夫人當眾的羞辱與刁難。果然是小家出來的孩子，規矩全無，半點比不上你姐姐懂事聽話。拿着陸家的俸祿，連這點小事都做不好，蘇家的教養真是越來越差。別以為嫁進陸家就是麻雀變鳳凰，在我眼裡，你永遠是外人。刻薄的話語日復一日落在蘇婉耳邊。陸家旁支的親戚也見風使舵，紛紛跟風排擠，嘲諷他。下人們更是看人下菜碟，暗中偷懶怠慢，處處給他使绊子。蘇婉從不爭辯，從不抱怨，她默默隱忍，恭敬順從，把所有委屈都藏在心底。別人刁難她，她一一化解；別人嘲諷她，她淡然置之。所有人都以為新來的陸少奶奶軟弱可欺，溫順怯懦，只有蘇婉自己清楚，她的每一次退讓，每一次隱忍，都是為了更好的潛伏。她利用所有空閒時間，悄悄觀察陸宅的所有人、所有事。她發現姐姐生前居住的房間被陸老夫人嚴令封存，不准任何人踏入半步，裡面的陳設一絲未動，卻處處透着詭異。她發現府裡的老下人談及前少奶奶蘇秦時，全都眼神躲閃，閉口不談，像是被人嚴厲警告過。她發現陸庭淵的貼身助理，只要有人提起蘇秦的死因，就會神色慌張，刻意轉移話題。無數個細微的疑點層層疊加，越發印證了蘇婉的猜測，姐姐的死絕對不是自殺。而在日復一日的相處中，陸庭淵對蘇婉的態度正在悄然發生變化。他原本以為蘇婉和所有攀附豪門的女孩一樣，虛榮、貪心，渴望陸家的財富與地位，嫁過來只是為了拯救蘇家，換取榮華富貴。可他親眼看着這個看似柔弱的小姑娘，面對百般刁難，從不怨懟，被當眾羞辱也不卑不亢，做事沉穩細緻，
心性遠超同齡人。他熬夜處理公司事務，他會默默備好溫熱的宵夜與咖啡。他偶感風寒，他會悄悄備好湯藥，細心打理起居。公司遭遇突發危機，眾人束手無策時，他僅憑旁觀了解的情況，提出的思路竟精準有效，幫他化解困局。冷靜、堅韌、通透、善良，這樣的蘇婉和傳聞裡貪慕虛榮的模樣判若兩人，也和溫柔怯懦的蘇晴截然不同。陸庭淵的心漸漸鬆動，他開始下意識護着她。家族聚餐上，有人刻意刁難，他會不動聲色替他解圍；老夫人苛責過重，他會輕聲開口緩和氣氛。他深夜在庭院發呆，他會默默駐足，靜靜看着他的身影。同時，埋藏在他心底多年的疑慮也再次翻湧上來。當年蘇晴的死，真的是自殺嗎？入陸宅1個月，蘇婉終於找到了突破口。她收買了一個心地善良、曾受過姐姐恩惠的老傭人，幾經懇求，終於撬開了對方的嘴。老傭人畏懼陸老夫人的權勢，不敢聲張，卻悄悄告訴了蘇婉一個關鍵信息：錢少奶奶有一本貼身日記，藏在舊臥室的書櫃夾層裡，從未被人發現。深夜，月色微涼，陸宅一片寂靜。蘇婉趁着所有人熟睡，悄悄拿着備用鑰匙，走進了那間被封存已久的臥室。房間布滿薄塵，一切都保持着姐姐生前的模樣，溫馨又壓抑。空氣中仿佛還殘留着姐姐當年的無助與絕望。蘇婉指尖顫抖，小心翼翼打開書櫃夾層，果然取出了一本泛黃的牛皮日記。翻開扉頁，是姐姐清秀溫柔的字跡，字字泣血，記錄了她嫁入陸家3年不為人知的地獄人生。日記裡寫滿了無盡的委屈與折磨。陸老夫人強勢刻薄，長期對她冷暴力打壓，動輒羞辱、禁足，事事百般挑剔，從未給過她半分尊重。她曾懷有身孕，陸老夫人因不喜她出身，故意設計讓她勞累奔波，磕碰受傷，最終導致她痛失孩子，終身難孕。她無數次想和陸庭淵傾訴，可丈夫常年冷漠疏離，忙於家族事務，對她的痛苦視而不見，置若罔聞。她動過離婚的念頭，想要逃離這座牢籠，卻被陸老夫人狠狠威脅，敢離婚就徹底搞垮蘇家，讓蘇婉一輩子抬不起頭。字字句句皆是血淚。蘇婉看着看着，眼淚無聲砸在紙頁上，暈開一片片墨跡。她從來不知道，姐姐3年的豪門婚姻，從來都不是風光無限，而是日復一日的煎熬與折磨，是孤立無援的絕望。而日記的最後幾頁，記錄了死亡當天的真相。那天，陸老夫人又因瑣事當眾羞辱她，兩人爆發激烈爭吵。爭執之間，陸老夫人情緒失控，猛地將她狠狠推倒。她的後腦勺重重磕在堅硬的桌角上，瞬間血流不止，重傷昏迷。可陸老夫人為了掩蓋自己失手傷人的過錯，為了保全陸家名聲，狠心下令不准任何人救治，硬生生拖延了最佳搶救時間。溫柔善良的姐姐就那樣躺在冰冷的地板上，一點點失去氣息，含恨而終。事後，陸家上下統一口徑，對外謊稱蘇晴抑鬱自殺，抹平了所有痕跡，掩蓋了這場惡毒的謀殺。更讓蘇婉渾身冰冷，心如刀割的是最後一行字。庭淵當時就在隔壁書房，他聽見了，看見了，可他選擇了沉默。夜色沉沉，晚風凜冽，蘇婉攥着那本帶血的日記，
渾身冰冷，手腳發麻。他走出舊臥室，站在空曠的回廊上，望着遠處亮起燈火的側臥。陸庭淵明明知情，他明明親眼目睹，親耳聽見，明明知道姐姐是被冤枉，被害死的，可他為了陸家的聲譽，為了自己的地位，選擇了冷眼旁觀，選擇了包庇兇手，選擇了讓姐姐背負一輩子抑鬱自殺的污名，含恨離世。這一刻，蘇婉心中剛剛滋生的些許鬆動，盡數化為刺骨的恨意。他一直以為他只是冷漠，只是薄情，原來他是懦弱，是自私，是間接害死姐姐的幫兇。蘇婉再也克制不住心底的悲憤，大步走到側臥門前，抬手用力敲門。房門打開，陸庭淵看着眼眶通紅，渾身顫抖的他，眼底閃過一絲詫異與慌亂。不等他開口，蘇婉將日記本狠狠拍在桌上，紅着眼眶，字字泣血，聲聲質問：陸庭淵，你告訴我，這是不是真的？我姐姐死的那天，你就在隔壁，你什麼都聽見了，什麼都看見了，對不對？你明明知道她是被推倒重傷，明明知道她是被害死的，你為什麼不救她？為什麼要隱瞞真相？為什麼要讓她背負污名，死得不明不白？一連串的質問，帶着壓抑已久的悲憤，狠狠砸在陸庭淵心上。陸庭淵垂眸看着桌上的日記，臉色瞬間慘白，周身的冰冷氣場轟然崩塌。他沉默了很久，喉結滾動，眼底翻湧着無盡的痛苦、愧疚與疲憊。最終，他低聲開口，聲音沙啞破碎，坦然承認了一切。是，我看見了，我也聽見了。一句話徹底擊碎了蘇婉最後的僥倖。蘇婉眼眶通紅，淚水洶湧而出，聲音帶着極致的絕望。所以，你就是幫兇？為什麼？陸庭淵抬眸，深深看着他，眼底滿是無法言說的痛苦與無奈。當年老夫人拿蘇家要挾我，她說只要我揭穿真相，她就立刻徹底搞垮蘇家，讓重病的蘇父無藥可醫，讓你從此一無所有，身敗名裂。一邊是已經重傷瀕死，回天乏術的蘇晴，一邊是整個蘇家，是無辜的你，我沒得選。這些年，他從未有過一日心安，他眼睜睜看着蘇晴含恨而終，看着他死後被世人非議，看着蘇家默默承受所有苦難。他背負着沉重的愧疚，日夜煎熬，活在無盡的自我折磨裡。他對蘇婉的關注與溫柔，從來都不是無端而生，一半是愧疚贖罪，一半是不知不覺的沉淪。我知道我懦弱、自私、罪無可恕。陸庭淵眼底布滿紅血絲，語氣滿是懺悔。這些年，我沒有一天不再後悔。蘇婉，我欠你姐姐一條命，也欠你一句道歉。但我向你保證，我從未想過傷害你們分毫。如今真相已出，我不會再包庇任何人。從今天起，我和你一起查清所有真相，為蘇晴平反，讓罪魁禍首付出該有的代價。燈光之下，男人身姿挺拔，卻滿是疲憊與虔誠，愛恨交織，恩怨糾纏。蘇婉看着他痛苦懺悔的模樣，心底的恨意洶湧，卻又夾雜着一絲難以言說的動容。他恨他的沉默與妥協，卻也明白他當年的兩難。今夜之後，他們不再是冰冷的假面夫妻，不再是仇人，他們是並肩作戰，為逝者討回公道的同盟。確定同盟之後，兩人默契聯手，開始暗中布局，籌備復仇。陸庭淵手握陸家權勢與公司資源，
負責暗中徹查陸老夫人多年來的所有黑料。他順着線索層層深挖，震驚地發現，陸老夫人的惡毒遠不止害死蘇秦這一件事。多年來，他為了穩固自己的地位，扶持嫡系勢力，暗中挪用公司巨額公款，打壓異己，不擇手段排擠陸家旁支繼承人，甚至暗中設計打壓逼走多位對自己有威脅的元老，手段狠厲，一樁樁一件件黑料，遠比眾人看到的更加陰暗可怖。而蘇婉則繼續潛伏在陸老夫人身邊，假意溫順乖巧，放下所有戒備的姿態，一步步降低老夫人的警惕心。她日日侍奉左右，聽話懂事，從不頂撞，從不質疑，任由老夫人隨意拿捏。久而久之，陸老夫人徹底放鬆了警惕，只當她是個軟弱無知、任人擺布的小姑娘，在她面前不再設防。借着這份信任，蘇婉一次次在閒談爭執中悄悄引導老夫人說起當年的舊事。陸老夫人自持身份，又仗着無人敢質疑自己，洋洋得意之下，毫無防備地親口承認了當年推倒蘇秦、故意拖延救治、對外偽造自殺假象的全部事實。所有的罪證都被蘇婉提前備好的錄音設備清晰完整地記錄下來。與此同時，當年親眼目睹全過程的老傭人也被兩人安撫說服，願意當眾出面作證。人證、物證、錄音、日記、財務黑料，所有證據全部集齊，鐵證如山，無可辯駁。蟄伏多日，隱忍多時，終於到了收網的時刻。陸家年度家族盛宴如期舉行，陸家所有核心族人、旁支親戚、公司元老盡數到場，場面盛大，萬眾矚目。這是陸家一年中最隆重的場合，也是陸老夫人鞏固自己權威、彰顯地位的最佳時機。宴會上，陸老夫人端坐主位，接受眾人的恭維跪拜，意氣風發，威嚴十足。酒過三巡，他再次當眾提起蘇秦，語氣輕蔑，帶着居高臨下的審判。當年蘇秦心性狹隘，矯情脆弱，不堪陸家少奶奶的重任，終究是自己福薄，怪不得任何人。幸好如今婉婉懂事聽話，倒是彌補了不少缺憾。一番話看似誇讚蘇婉，實則依舊在踐踏逝者的尊嚴，將所有過錯推給死去的蘇秦。周圍眾人紛紛附和，順勢吹捧老夫人仁慈大度。看着這虛偽荒唐的一幕，蘇婉眼底寒意徹骨。時機已到，不等眾人話音落下，蘇婉緩緩起身，身姿挺拔，神色清冷，打破了滿堂的喧鬧。老夫人說錯了，我姐姐從來都不是自殺。清亮堅定的聲音響起，全場瞬間安靜下來，所有人的目光齊刷刷聚焦在她身上，滿是錯愕與詫異。陸老夫人臉色驟然一沉，厲聲呵斥：放肆，休得胡言亂語。當年之事早已定論，豈容你隨意智慧？定論？蘇婉勾唇冷笑，眼底滿是冰冷的嘲諷。所謂的定論，不過是老夫人一手偽造的謊言罷了。話音落下，蘇婉抬手示意，宴會廳的大屏幕瞬間亮起，清晰的錄音轟然播放。陸老夫人囂張跋扈、毫無悔意的聲音，清清楚楚傳遍整個宴會廳。當年是我推的他，又如何？是我故意不救他，又如何？一個沒用的女人，死了也就死了，誰敢替她出頭？誰敢質疑我？一時激起千層浪，全場死寂，隨即爆發出此起彼伏的嘩然。所有人瞠目結舌，難以置信地
看向主位上的陸老夫人。誰也想不到，當年溫婉離世的蘇晴，背後竟然藏着這樣一樁驚天密事。陸老夫人臉色瞬間慘白，渾身僵硬，瞳孔驟縮，滿眼的不敢置信。她死死盯着蘇婉，終於反應過來，自己一直輕視拿捏的溫順小姑娘，竟然一直在隱忍不舉，算計自己。你敢陰我？陸老夫人氣急敗壞，渾身發抖。蘇婉不慌不忙，繼續放出重磅證據，姐姐的血淚日記，老傭人的當庭證詞，清晰的現場細節佐證，一一展現在眾人面前。與此同時，陸庭淵起身，身姿凜冽，氣場全開，當眾公布了陸老夫人多年來挪用公款、打壓族人、操控陸家勢力的全部證據，鐵證如山，樁樁件件，無可辯駁。虛偽的面具被徹底撕碎，陸老夫人多年偽裝的仁慈大度轟然崩塌，狠毒自私的真面目暴露在所有人面前。陸家眾人徹底嘩然，群情激憤。誰也沒想到，執掌陸家多年的老夫人，竟然藏着如此陰暗惡毒的心思，手上不僅握着家族污點，甚至還沾染人命。往日依附、敬畏他的族人，瞬間盡數倒戈，紛紛厲聲指責，要求嚴懲真兇，還逝者公道。盛大的家族宴會，最終淪為一場驚天審判。陸老夫人眾叛親離，徹底失去了所有族人的支持。她畢生追逐的權勢、地位、尊嚴，在這一刻徹底碎得一乾二淨。她不甘心，瘋狂嘶吼狡辯，撒潑抵賴，卻在一件件鐵證面前顯得蒼白又可笑。陸家宗族當場召開會議，一致裁定廢除陸老夫人所有家族職權，永久逐出陸家宗族，剝奪一切身份與待遇。同時，相關證據被移交司法機關，啟動法律程序。故意傷人、延誤救治致人死亡、挪用巨額公款，涉嫌多項經濟犯罪，數罪並罰。最終，陸老夫人鋃鐺入獄，得到了她應有的懲罰，餘生只能在牢獄之中懺悔自己畢生的惡行。那些曾經參與排擠、欺壓蘇晴，暗中依附老夫人作惡的陸家旁支、府底下人，也全部被一一清查，逐出陸家，付出了相應的代價。籠罩在蘇晴身上多年的污名被徹底洗刷，沉冤得雪，塵埃落定。墓園清風徐徐，蘇婉帶着一束白菊，靜靜跪在姐姐的墓碑前，眼底終於卸下了所有沉重的疲憊與隱忍。姐姐，對不起，我來晚了。害你的人都得到了懲罰，你的冤屈全部洗清了，你可以安心了。風吹過墓碑，仿佛是逝者溫柔的回應，壓在蘇婉心底許久的巨石終於轟然落地。風波落幕，陸家徹底肅清內部黑暗，褪去了所有陰翳與腐朽。陸庭淵徹底整頓家族風氣，清理所有殘餘勢力，將陸家集團打理得井井有條，一改往日的壓抑氛圍，煥然新生。可風波過後，蘇婉卻陷入了長久的沉默與掙扎。大仇得報，心願已了，可她和陸庭淵之間橫亘着姐姐的死亡、過往的恩怨、荒唐的開端，愛恨糾纏，難以割捨，也難以釋懷。他恨她當年的懦弱妥協，恨她眼睜睜看着姐姐離世，沉默不語。可他也無法否認，這段日子以來，他的懺悔、守護、付出與偏愛，全都真摯滾燙，毫無虛假。他為他推翻整個陸家舊局，為他不惜對抗至親，為他洗清所有冤屈，用盡全力彌補當年的過錯，護他周全，與他安穩。
愛意與恨意交織，愧疚與溫柔糾纏，讓他進退兩難。夜色靜謐，庭院燈火溫柔。陸庭淵走到蘇婉身邊，靜靜看着她落寞的側臉，眼底是極致的溫柔與虔誠。他沒有逼迫，沒有強求，只是低聲告白，坦誠心意。蘇婉，我知道我曾經罪孽深重，我不配得到你的原諒，更不配擁有你的愛。當年的錯，我用一輩子來償還。我不敢奢求你立刻釋懷，但我想告訴你，從我心動的那一刻起，我的餘生只為你而活。過去的恩怨是我虧欠你的，未來的歲歲年年，我只想護你安穩，與你餘生圓滿。你願意原諒我，留在我身邊嗎？男人的聲音溫柔真摯，眼底滿是獨一份的深情與篤定。蘇婉轉頭看向他，看着這個陪他歷經風雨並肩復仇的男人，看着他眼底純粹的愛意與無盡的懺悔。過往的恨意層層褪去，心底的溫柔與動容漸漸蔓延。逝者已矣，生者如斯。姐姐的冤屈已經洗雪，惡人已經得到懲罰，執念放下，恩怨落幕。他不該永遠困在過往的仇恨裡，更不該辜負眼前真摯的溫柔。良久，蘇婉輕輕點頭，眼底泛起溫柔的淚光。我願意。深秋落幕，寒冬散盡，春暖花開。陸家褪去所有陰霾，迎來了嶄新的光景。陸庭淵徹底卸下了過往的冷漠與疏離，將所有的溫柔與偏愛盡數給了蘇婉一人。他寵她，護她，遷就她，彌補她所有受過的委屈，撫平她所有的傷口。曾經冰冷壓抑的陸家別墅，因為蘇婉的存在，漸漸充滿了煙火暖意。數月後，一場盛大溫柔的婚禮在海城萬眾矚目下舉行。沒有交易，沒有算計，沒有陰謀，沒有荒唐的頂替與將就，只有兩個歷經愛恨糾葛、風雨並肩的人，滿心歡喜，雙向奔赴。潔白的婚紗，盛大的花海，漫天星光與祝福。陸庭淵看着身披婚紗，眉眼溫柔明媚的蘇婉，眼底是藏不住的寵溺與珍視，鄭重許下一生的承諾。此生為你，不離不棄，歲歲年年，餘生皆你。蘇婉眉眼含笑，眼底星光璀璨，回以溫柔篤定的回應。餘生漫漫，攜手相伴，歲歲安然。